慢性的反应性质痛，你晚上躺下，身体筋疲力尽，但你的思绪是否拒绝关机？他还停留在下午2点的那场会议，中文说过的每一句话，交换的每一个眼神。你会想起一封刻薄的电子邮件或老板出乎意料的批评时，会感到胃部翻腾。一个负面评论，一次市场波动，一个不满意的客户，你整个工作日，你所有的内心平静就像自拍物一样崩溃。你累了，但这不是身体上的疲倦，这是一种深度的疲惫，源于持续保持警觉，源于即使在不工作事业，总是不得不思考工作所带来的焦虑。你所感受到的是慢性反应性之痛，你成了一个木偶，而现则由通知、截止日期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人的意见所控制。你混淆了忙碌与高效，整天跑来去救火，结果到头来才发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1厘米都没有前进。你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规则不断变化的游戏中，你总是落后一步，脆弱不堪，暴露无遗。你的情绪由你无法控制的外部事件所决定，而这种无力感正在耗尽你的生命能量。但如果你能在自己内心建造一座堡垒呢？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城堡，在哪里，企业界的混乱再也无法扰乱你的核心。如果你可以在你的头脑中安装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一种古老但强大的技术，它能将焦虑转化为行动，将反应型转化为战略定力呢？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学习哲学，而是要短造一副盔甲。我们将安装斯多个主义领导者的5项记录，这5大支柱将让你重新获得控制权，在风暴中找到外科医生般的冷静，并最终成为你自己思想的建筑师。如果你准备好停止做一个木偶，开始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你的旅程现在就开始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视频，这是一次培训课程。而控制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你的意图，现在就做。如果需要的话，暂停一下，点赞来表示你的承诺，并订阅这个频道，以免错过我们正在锻造的任何工具。然后作为你的第一个智慧练习，转到评论区并宣布我的城堡正在建设中，把这当作你的第一个法令。也告诉我们你从那个城市开始这个建设。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精神建筑是都在哪里。我们正在实施的解决方案是4多个主义，但请忘记那个穿着长袍在世界面前被动的老胡子形象。我们将要使用的是4多个主义作为一种高性能技术，一个为现代企业经济厂设计的心理操作系统。这无关压抑情感或变得冷漠无情，这关乎一种更强大的东西——战略定力。这是一种能感受到压力、愤怒或焦虑，但选择不被他们奴役的能力。这是 Y 可以生在极端压力下趁着操作的冷静。你不会压抑你的感受，你将超越这种纷扰。为了建造这座堡垒，我们寻求大师们的原始蓝图。想象马克·奥勒留，他不是像亚塔里的哲学家，他是罗马皇帝，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处理战争、瘟疫、背叛以及来自一个帝国的持续压力。然而，他仍然在混乱中找到时间，写下了他的沉思录。这是一本关于如何保持理智、专注和品格的个人手册。他使用这些原则，不是为了陶冶世界，而是为了有效且平静地治理世界。如果这项技术对战场上的皇帝有效，那么它也将在你的下一次会议中对你有效。指责 EAT 过滤器控制的2分法。第一个记录支撑你整个堡垒的主是最根本的，它是你内心城堡的主门，你必须是一个无情的守卫。你需要在脑中安装一个永久的过滤器，这个过滤器的名字叫做控制的2分法。
规则简单的残酷，但其实渐将定义你的余生。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你都必须用外科手术般的精度区分什么是你绝对控制之下的，什么不是。这看似基本，却是一生的挑战。在企业界，这就是区分领导者与反应者的地方。什么是你能控制的？这是一个简短而有力的清单，你的判断、你的行动、你的反应、你努力的质量、你的道德品格，做出诚实、自律和勇敢的决定，仅此而已。什么是你无法控制的？字面上讲是其他一切，故事、全球经济、你老板的意见、你客户的情绪、刚进入你手尖上的愤怒邮件、你提案的最终结果，你是否会被提升？你的工作不是希望这些外部事物改变，你的工作是把你100% 的生命能量只专注于那些你且只有你能掌控的事情上。但为什么这个简单的练习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沉迷于控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沉迷于控制的幻觉。反应性的头脑，你默认操作的头脑，全力憎恨这条规则。他拼命地想要控制结果，他需要客户签下合同来感到被认可，他需要老板的赞扬来感到有能力，他需要项目成功来感到安全。而当这些本质上是外在的事物，没有如预期那样发生时，你就会痛苦，反应性的头脑就会崩溃。你把宝贵的精神和情感能量浪费在焦虑、挫败、愤怒和恐惧上，所有这些都指向那些从一开始就从未掌握在你手中的事物。你成了莫伊的奴隶。莫伊他不喜欢这个严师怎么办？莫伊，我因为这个错误被解雇怎么办？莫伊竞争对手赢得了这个客户怎么办？这是你脆弱的声音，这个声音一生都被训练去。相信你的价值在于外部的结果，在于他人的认可，而不在于你自己努力的完整性。这是一种深层的程序设定。当有人批评你时，你的本能不是暂停和过滤。你的本能是攻击、辩护或退缩。你允许别人的话语，一个完全外在的时间，来决定你内心的平静。你变成风中的一片蝎子，而风就是他人的情绪和行为。你混淆了在乎结果与担心结果。10多个主义者深切地在乎他们行动的质量，但他拒绝为他无法控制的后果而担心。正是这种区别，把力量换给了你。让我们用弓箭手的比喻，这是这个哲学的核心。反应性的弓箭手，普通的专业认识，痴迷的专注于靶心。他走上射击线，他所想的只是我必须射中。他担心风的力量、光线的质量，观察他的人群，他可能赢得的奖品。他的心思在未来，在结果上。如果他射偏了，他会责怪风，他会责怪弓，他会责怪当下的压力。他总是受制于外部因素，因此他的表现不稳定，他的心态是焦虑的。10多个注意的弓箭手是一位大师，他的方法截然不同。他知道，当坚持开他的弓的精确时刻，他就不再受他控制了。一阵意想不到的疾风可能会使他偏迟，靶子可能会移动。他能控制什么？只有过程。他控制自己的呼吸，他姿势的稳固，他手臂上精确的张力，他瞄准的无可挑剔的质量，他放线的精确时刻。他100% 专注于完美地执行当下的行动。他热爱的是设计这个行为本身，而不是命中的结果。你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成为那样的弓箭手。当你在写一份提案时，你的心思不应该在客户的同意上，你的心思应该放在写出你能力范围内最清晰、最有说服力、研究最充分的提案上。行动本身就是你的回报。
当你去参加一个会议时，你的目标不是说服所有人了，你的目标是以最大的清晰度、诚实和勇气来陈述你的论点，其余的不属于你。正是在这里，在这个日常时间中，你找到了你真正的力量。通过应用这个五情的过滤器，你将自己从对结果焦虑的监牢中解放出来。当你的老板在所有人面前批评你的工作时，你不会恐慌，也不会更愉快。你进行过滤，他的意见，外在的你无法控制，你能控制的是什么？不带反应性的倾听反馈，提取其中可能存在的任何有用数据，并专注于改进你的下一个工作。你保持冷静，你保持对自己的掌控，你停止把你宝贵的精神能量浪费在无用的担忧上，而把你所有的注意力导向唯一能真正改变你生活和事业的事物上。你自己的行动，你自己的判断，此时此地，你成为你自己城堡的主人。混乱可能在外面咆哮，客户可能在尖叫，市场可能在崩溃，但在你的城墙内，你决定你的回应。你就是你内心世界的皇帝，这是你新头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智者2，危机模拟器，恶意语言。你堡垒的第二个支柱是一种进攻性工具，它不是盾牌，而是一把训练锏，它是危机模拟器，或者罗马斯多个主义者称之为恶意语言。这不是悲观、消极或是败主意，这是成为一名经营战略家、反应性的专业人士。普通人开始他的一天时，期望一切顺利，他依赖于盲目的乐观主义。正因为如此，他被混乱搞得措手不及，而措手不及正是打破他撑着的原因。措手不及正是产生恐慌的原因。斯多个主义的领导者，他思想的建筑师则以不同的方式运作。他醒来，花5分钟，积极地想象可能出错的事情。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提前受苦，他是为了消除未来的力量。他问自己，今天会出什么错？他想象那场重要的会议变成一场彻底的灾难。他看到最有价值的客户打电话来取消合同。他想象他的系统在最关键的人物中途崩溃。他感受到老板的批评。他在精神上为最屁的情况做准备。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目的不是避免不行，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消除其最危险的元素——真量。塞涅卡说过，意料之外的打击总是最沉重的。通过在精神上排练失败，你剥夺了危机让你两压的力量。你问自己，如果这发生了，我的回应将是什么？我将如何有德性的行动？我将如何保持我的冷静和品格？你正在训练你的头脑以具备韧性，你在给自己接种对抗恐慌的疫苗，每天消极量的接种。然而，我们的现代思维深深地讨厌这个练习。我们是在这积极思考、不惜一切代价的文化中长大的。我们被教导要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消极思想，生怕一想到失败，我们就会神奇地把它吸引到我们的生活中。但是那个只积极思考，并拒绝面对你尽可能性的反应性专业认识，是企业经济长中最脆弱的存在。它是一座沙堡，等待着第一波浪潮的到来。它就像一个只在晴天训练的拳击手，甚至拒绝去向脸上会挨一拳，他只想向胜利。当他登上真实的拳击场，而生活就是一个真实的拳击场，当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击中他时，他崩溃了，他陷入恐慌，他不知道如何反应，因为他从未为此训练过。他混淆了乐观与缺乏准备，这在上界是致命的混淆。没有准备的乐观只是天真。斯多葛主义的头脑是不同的，它是强奸的。他期待最好的结果，
但从根本上为最批的情况做好了准备。艾比克泰的这位从努力成为大师的人，教导他的学生对自己说：“我要去洗澡了。”但同时在心里想象可能有人回头他的衣服，谁可能很脏，人们可能很粗鲁。通过这样做，他并没有毁掉他的沐浴，他是在确保他内心的平静不依赖于一个完美的沐浴。他准备好了平静的行动，无论发生什么。想象一下，你的头脑是一个经营消防员培训中心，普通的消防员、反应性的消防员等待警报响起。他在消防站里玩着纸牌，希望什么也不要发生。当真正的火灾爆发时，他的警报响了，他陷入恐慌，他的皮质醇飙升，他奔跑，变得困惑并犯错。然而10多个主义的消防员每天早上都在火灾模拟器中度过。他练习不灭高强度的虚拟火灾，他在受控的环境中重蹈他的结构中救援人体模型。他感受模拟的热量，他在模拟的烟雾中穿行。当真正的警报最终为这位消防员响起时，他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恐慌，没有震量。对他来说，这不是一场危机，这只是有一个工作日，这只是执行一个他已经训练了数百次的规程。他已经经历过了，他已经在他的脑海中赢得了那种情境几10次。他不做反应，他只是执行计划。他的冷静是可以切令人不舒服的准备的结果。这就是你正在建立的力量。通过每天早上花5分钟练习恶意语言，你对你的头脑进行了一次每日压力测试。你问自己，如果我今天被解雇了，我会做什么？然后冷静的答案来了，我会更新我的建立，练习我的人脉网络，然后开始寻找新的挑战。这会很困难，但这不会是世界末日。你问自己，如果我在会议上被公开羞辱，我将如何反应？然后答案来了，我会深呼吸，我不会把它当作针对个人的攻击，我会平静地回应事实，并保持我的尊严。你正在使你的头脑对恐惧脱敏，你正在把未知的压倒性的恐慌转变为一个战术性的、意志的、客观力的问题。当混乱不可避免地到来时，而它一定会到来，你不会措手不及，你不会讲着，你会保持冷静、专注并做好准备。你会直视危机的眼睛，然后说：“我一直在等你。”然后你只会开始工作，执行你的头脑已经训练过的规程。第3个支柱是最具革命性的，它是你堡垒的炼金术引擎，它是将都要转化为良药，将失败转化为燃料的记录。这是马克·奥勒留完美总结的原则：阻碍行动的，反而在推动行动。挡在路上的反而成为了道路。反应性的专业人是看到一个问题，一个难产的客户，一个不可能的价值日期，一次预算削减，一个被新起义的同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障碍，他看到了一个死胡同。这是压力、挫败和抱怨的直接来源。10多个主义的建筑师受过这项记录的训练，看到完全相同的情况，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他理解一个深刻的秘密：障碍不在于道路上，障碍本身就是道路。问题不是一个需要避免或爱谈的不便，它正是宇宙送来的，它需要用来时间美的确切原材料。这是练习耐心、勇气、创造力、人性的机会。他利用问题作为成长的催化剂，这违背了我们所有的生物和社会程序设定。我们的生存本能是寻求舒适、安逸，寻求摩擦力最小的路径。我们希望我们的项目顺利进行，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事总是同意我们。
我们希望市场是有理且可预测的，我们被教导去相信成功就是没有问题，美好的生活就是没有逆境的生活。10多个主义告诉我们，这不仅是一种幻觉，这是一个使我们变弱的陷阱。真正的成功不是没有障碍，而是你掌控并利用他们的能力。没有记录的头脑会抱怨他必须背负的重量。他说：“为什么是我？这不公平。”受过训练的头脑，10多个主义的头脑，看着同样的重量，然后问：我如何能利用这个重量让自己变得更强壮？对这个想法的抗拒，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成长本身的抗拒。不居其中物，你无法变得强壮。障碍就是你生活中的重物。想象皇帝马克·奥勒留，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但他的生活是一连串难以想象的障碍。他无法选择他的挑战，他面临着北部边境的残酷战争，一场摧毁了罗马人口的瘟疫，以及他最信任的将军阿维第五斯卡西乌斯的背叛。他不能仅仅希望这些问题消失，他不能积极思考并期望战争结束。他必须利用这些障碍。正是在战场中，在冰冷的帐篷里，他写下了他的沉思录。他利用战争来练习勇气，他利用瘟疫来练习在恐慌中保持冷静和领导力。他利用将军的背叛，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练习宽恕和豁达。他写道：对行动的阻碍推动了行动，这就像火，一场小火，一堆微弱的篝火会被第一阵风吹灭，但是一场大火，一场了原大火呢？他利用风，风本应是障碍，却变成了燃了。火燃烧得更高、更热、更强，正是因为它本该被用来摧毁它的东西。你的头脑必须是那样的火。从今天开始，你将有意识地将你的失败和挫折游戏化。你将停止问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并开始问我如何能利用这个。那个在每次会议上都打断你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同时，它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你个人的免费的耐心和自信训练场。那个参拜饼店无聊你生育的项目，这不是一场灾难，这是你的硕士课程，教你什么不能做，这是你买不到的关于谦逊和人性的一课。你的老板刚给你的那个看起来不可能的紧迫截止日期，这不是一个惩罚，这是一个强迫性的邀请，让你练习绝对的专注、无情的优先排序和效率。威胁到你公司的经济危机，这是一个机会，让你展示你的真正价值，去创新，去寻找别人没有在寻找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你成为了一名炼金术师，将逆境的铅块转化为美德的黄金。当你始终如一地采用这种心态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你。你变得反脆弱，这是一个贝纳西姆塔勒布创造的祝语，意味着你不仅能在混乱中幸存下来，而且你需要混乱才能茁壮成长。你因为世界跑给你的冲击而变得更强壮、更聪明、更冷静。你停止祈祷生活轻松，而是祈祷拥有更强壮的肩膀。你开始将每一个障碍不是为一种惩罚，而是为一种品格的考验。客户的每一个不都是对你毅力的考验，每一次批评都是对你谦逊和超然的考验，每一个恐慌的时刻都是对你应用控制过滤器的能力的考验。你停止逃避问题，并开始找他们跑去，问道：你有什么要教给我的吗？你利用世界的阻力来磨砺你内心的刀锋，直到它能斩断任何挑战。你堡垒的第4个支柱是你的晋级工具，你用来消除即时焦虑的心理恐慌按钮。这就是皇帝的视角，
或者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从上往下的视角。这是一种战略性的抽丝技术。当你沉溺于一个问题时，当一场会议似乎是世界末日时，当一封关键的电子邮件让你充满恐慌，你的心脏开始狂跳时，你必须立即启动这个协议。你必须练习心理上的拉远镜头。你必须停止用显微镜看问题，并开始用望远镜看它。你必须毫不夸张地想象你的意识在上升，上升到你的身体之上，你所在的房间之上，你的办公楼之上。你上升直到你能看到你的整个城市，然后是你的国家，然后是大陆，直到地球在烟阔黑暗的宇宙虚空中只是一个沉默的蓝色和白色的球体。从哪里？从那个宇宙的制高点回头看你的问题。那封愤怒的电子邮件，那场紧张的会议，那次市场波动，他们现在看起来像什么？这个联系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你的问题，而是为了给他们正确的视角。我们的大部分痛苦不是来自时间本身，而是来自我们赋予它的不成比例的重要性。工作中的一个小错误看起来是在男性的，同时的一句批评似乎是毁灭性的个人攻击。这种练习即从上往下的视角，能消解这种诱堵的紧迫感。你问自己，这在10年后还重要吗？1年后呢？1个月后呢？在大多数情况下，诚实的答案是不。但我们的生物学在这一点上正积极地与我们作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大脑中古老的恐惧中心，并不是为企业界而进化的。它不知道社交威胁在公共场合被批评的可能性和生存威胁被老虎攻击之间的区别。对它来说，两者都是生死有关的紧急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发自内心且不成比例。焦虑劫持了我们的视角，我们的身体充满了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对我们尖叫着这是世界末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困在眼前问题的推进镜头显微视角中。反应性的头脑无法看到大局，它只看到面前的威胁。摆脱这种隧道时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逻辑上的战斗，它是一场生理上的战斗。你正在对抗数百万年的进化，它告诉你快恐慌。抵抗这种恐慌需要一种有意识的训练有素的中心情境化的记录，它要求你强迫你的头脑上升。马克·奥勒留不断地联系这个。作为皇帝，他肩负着全世界的重担。为了不被压垮，他提醒自己时间和空间的浩瀚。他写信给自己，提醒自己所有来过又消失的帝国，以及一切是如何短暂而微不足道的。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让自己沮丧，而是为了让自己解脱。他利用宇宙的视角来削弱眼前问题对他心灵平静的影响力。如果罗马帝国的命运在宇宙历史中只是眨眼之间，那么你在办公室的问题还不如一粒灰尘。让我们用一个现代的比喻，想象你被困在一场可怕的交通堵塞中，你即将迟到参加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会议。从你的车里看，从你优先的视角看，这就是世界末日。你吹大照方向盘，你的血压升高，你诅咒所有其他的司机。你被困住了，处于反应状态，完全无助。你感觉到恐慌占据了你，你的头脑尖叫着你迟到的可怕后果。现在改变视角，想象你不在车里，相反，你是一架直升机的乘客，高高飞翔，远在同一场交通堵塞之上。你从上面看到了什么？你没有看到世界末日，你只看到一股车流在严阔而复杂的道路网络中的一个暂时的小小的节点。你看到了拥堵的起点和终点，
你看到，虽然对于下面的人来说，这令人沮丧，但在城市的宏大规模中，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的、暂时的时间。你感觉不到愤怒或恐慌，你感觉到的是视角。从上往下的视角，就是你的心理直升机，在你的下一次微型危机中练习这个。当恐慌开始在你胸中升起的那一刻，当你感觉到你的思维正在关闭的那一秒，深吸一口气，并发出命令：拉远镜头。想象马克·奥勒留处理文艺和背叛，再把它与你的问题，也许是一个出了错的验尸文高欢等片，或者一个你将要错过几个小时的截止日期相比较，看看你过度反应的荒谬性，感受焦虑像烟雾一样消散。这项技术不是逃避，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你仍然必须处理交通堵塞，你仍然必须修复那个幻灯片，但它解决了内部问题，那是更危险的恐慌。它耗尽了情况的情感力量，它让你理性的头脑、你的前额叶皮层、你的10多个自我认证重新掌管。你停止对震耳欲聋的情感噪音做出反应，并开始看到逻辑的清晰信号。只有到那时，你才能以冷静、有效和战略定力来行动。蜘蛛爬的过程专注于责任，这是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支柱，是经痛的支柱。它将所有其他支柱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你不再是4多个主义的学生，而成为行动中的4多个建筑师。这个纪律是完全脱离结果，并对过程抱有绝对无情的热情。反应性的专业认识，普通人都痴迷于结果。他为升职而工作，他为将近而行动，他为赞美而发言，他用销售数字、点赞数、周围人的认可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他的焦点完全在未来和外部。4多个主义的领导者，他城堡的主人，则痴迷于执行，因为只注意他知道结果永远不在他的100%控制之下。升职取决于他的老板，将近取决于市场，赞美取决于他人的心情。那么，什么是在他100%控制之下的呢？他在此刻正在执行的行动的质量。他的责任不是被提升，他的责任是值得被提升。回报不是比赛结束时的奖杯，回报是行动本身做得很好。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尖叫着相反信息的世界，我们在一个只奖励结果的社会中长大。如果项目惨败，没有人会称赞努力；如果销售目标没有达到，没有人会因为那高尚的意图而发放奖金。我们从小在学校就被变成去寻求外部的认可 ，A 的成绩、奖杯、父母和老师的批准。摆脱这一点，摆脱这种对认可的沉迷，似乎是极其违反直觉的。这似乎是我们放弃了雄心，但这恰恰相反。对结果的焦虑是破坏高质量表现的最大因素。对未来失败的恐惧阻碍了我们在当下承担必要的风险。对掌声的需求使我们不那么真实，它让我们在该说不的时候说了是。对未来的痴迷，对目标的痴迷，阻碍了我们完美的执行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当下这一刻。你不能写出色的代码，如果你的头脑有一半在担心经理是否会喜欢。4多个主义提供了一种彻底的解放，它将你的成功标准从外部转向内部。你的新目标不是获得成功，而是行动卓越。焦点从你得到什么转向你是谁。你开始用你品格的质量来衡量你的一天，而不是用你取得了什么。你在一天结束时问自己：我今天行动勇敢了吗？我自律了吗？我对同事公平了吗？我在压力下保持冷静了吗？这就是新的衡量标准。想象塞涅卡
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臭名昭著的尼禄皇帝的顾问。他经历了外部成功的绝对顶峰，权力、财富、影响力，但他也经历了最深刻的外部失败，被不公正地流放，失去了他的财富，最后被尼禄强迫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支撑他度过了这种极端的动荡？是对内部责任的专注。他知道他的财富、他的地位，甚至他的生命，都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外部因素夺走。什么不能被夺走？他的品格。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以勇气、正义和智慧行动的能力。他专注于做一个好人，而不是看起来像一个好人或作为好人得到回报。当时兵们来给他下达死亡命令时，他没有祈求，也没有恐慌。他保持冷静，安慰他的家人，并以一个只专注于他能控制的东西，他自己的行动的人的尊严，面对他的命运。你的精通在企业竞技场中的实现，是当你在过程中找到同样的乐趣时。你的下一封电子邮件，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写，当作你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你的下一个电子表格，以近乎神圣的清晰都和精确都来组织它。你与一名员工的下一次艰难对话，以绝对的勇气，但也以绝对的同理心去进行。你必须爱上完美无瑕地执行当下的任务，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平凡。当你做出这个转变时，两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你对未来的焦虑消失了，它溶解了，因为你不在精神上生活在未来，你锚定在当下，专注于行动。你找到了一种反应性的、沉迷于结果的专业人，是永远不会认识到的平静和专注。你晚上睡得更好，知道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无论明天带来什么。然后，矛盾的是，第二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停止追逐的结果开始追逐你。你在你的过程中变得如此出色，如此专注于你日常执行的质量，以至于你变得卓越。人们注意到了，升职、将近、尊重，所有这一切都作为你内部卓越的自然副产品而来，而不是作为一个绝望的目标。你成为了4多个主义的建筑师，那个不受干扰的领导者，一个其人可来自内部，其表现上要在外部的人。建筑师的最终承诺。你已经到了这次培训的重点，但也到了你路程的真正起点。记住几分钟前你的感受，也许是反应性的、疲惫的，是外部时间的木偶。现在你拥有了完整的蓝图，你拥有了建立你内心城堡的5个基本支柱：无情的控制过路器、战略性的危机模拟器、炼金主般的催化剂力量、解放视角的从上往下的视角，以及专注于过程的精通。你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但是拥有堡垒的钥匙，并不等于守护它。建设不是在今天结束，它现在开始，并且每天都在继续。它是在日常实践中，在有意识地决定，在每一次会议、每一封条新的电子邮件，以及每一个令人窒息的压力，是可应用这些支柱时段造出来的。这是你作为一名4多个建筑师的新生活，而这项工作是每天的。你到目前为止的旅程证明了你的承诺。许多人在中途放弃了，分心了，祝愿选择反应性的舒适，但你留下了。你属于那群走到最后寻求精通而非及时满足的精选群体。而现在，作为你在这节课上承诺的最终行动，我要求你做2个公开声明。首先，我希望你留下一个主题评论，作为你的新周语。到下面评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向世界也向你自己宣布，障碍不再是障碍，而是你火焰的燃料。其次，作为我们正在建立的这个精神建筑师社区的社会证明，也请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
这不是为我，这是为你，也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谁是真正致力于变得不受干扰的人。这是你的荣誉徽章。如果这次培训与你产生共鸣，如果你感觉到你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请用一个最终行动来加强你的承诺。留下你的电赞来记录你对这个协议的批准，并订阅频道以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未来的精通工具。更重要的是，记住10多个主义的教干与整体的练习。你认识某个像你以前那样痛苦的人吗？一个沉浸在焦虑中的同时，一个慢性反应性的俘虏的朋友，一个被压力压垮的人。分享这个视频不仅仅是一次点击，这是一种服务行为，这是伸出手为另一个人提供建立他们自己堡垒的工具。成为某人的向导，就像这个视频对你一样，依责任而行。